拔掉你的网线，现在立刻把你正准备拖进网页版大模型里面的那份几十页的商业合同给我关掉哈！别以为你点了一个不保留聊天记录，你的底库就保住了。就在此时此刻，如果你还在把公司的核心机密，你那个满是窟窿的信用卡账单，甚至是你记录着老板让你做假账的私密日记，毫无防备的上传到别人的服务器里面，那你不是在拥抱科技哈，你是在给自己挖坟。听着哈，我今天不给你讲什么改变世界的大道理，也不给你推销几万块钱的显卡，我只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以及一个绝对可以救你命的解决方案。真相就是大厂的云端模型就是一台贪得无厌的数据抽水机。你以为你在白嫖他们的算力？不是的，你在用你最致命的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喂养他们的数据库。而解决方案是在这个满地都是龙头的时代，你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一个只有一台破烂办公电脑的普通人，完全可以拥有一个只对你一个人忠诚，打死都不会把你秘密说出去的满血版私人断网 AI。不要被网上那些博客忽悠了哈！制造硬件交易呢是他们的工作，什么必须1万多块钱的显卡，什么听都没听说过的高级设备，全都是在扯淡哈！在你面前的那台只有4G 黑显，开过一个是塞了都要喘半天气的低配办公本足够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它去花什么美女，也不需要它去算什么宇宙大爆炸，我们对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一个极度聪明、不需要休息，而且绝对保密的快速自动打字机。去倒杯水，把门给锁上哈！我们现在就开始。你每天都在焦虑，对不对啊？打开手机，铺天盖地都是 AI 时代，你要被淘汰了。你的电脑跑不动大模型，你看着自己桌面上那台办公本，叹了口气哈，心里就想：本地跑 AI 那是富哥们的游戏，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网页版嘛啊。于是你妥协了，你打开网页，把公司下半年的财务流水，把你和合伙人的协议，甚至是把你准备离婚的财产分割草案复制粘贴发送。那一刻，你觉得你的工作效率真高，但是在屏幕的另一端，在那些庞大的数据中心里面，你的这些文本已经被切片，打上了标签，进入到别人的库里面。各位，数据只要出了你的路由器，就不再属于你了哈。但是很多人他会问我这台电脑本地跑不动啊，这个就是我要戳破的第二个谎言哈。普通大众处理办公文档根本不需要高级模型，现在的技术早就已经把那个几百个 G 的庞然大物压缩成了几个 G 的小文件，就像把一整头牛抽干了水分，做成了几斤重的牛肉干，营养全部都在，智商没有掉多少，但是你用个双肩背包就可以装走。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处理个合同、看看账单、写写邮件，这个叫做文本处理。你让那个超级打字机在你那台破电脑的 CPU 里面跑起来，速度可能没有云端那么快，它可能每秒只能够吐出10几个字，就像老年人在打字一样。但是又怎么样呢？它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在你的硬盘里面，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这个就叫做绝对的安全感，这是无价的。好，废话不多说，现在把你的 WiFi 关掉，拔掉网线，我要让你看看在绝对断网的情况下，这台电脑它能够爆发出什么样的能量。我们需要的唯一工具叫做 LM Studio 啊，不要去搞那些需要敲代码的东西，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来到它的官网下载，安装的过程就像你装微信一样哈，无脑的下一步，打开它，地址进来呢，它会非常热情的推荐你下一款模型。看着我的鼠标，直接点击右上角的跳过，我们不吃它画的饼哈，我们有自己的目标。先把规矩给它立好，点击左下角的设置语言换成中文的，看着舒服点，然后把模型存放路径改到你空间最大的那个盘里面，最好不要塞到 C 盘里面去哈，给你的系统留条活路。现在点击左侧的模型图标，弱水3000，我们只取一瓢，看左边选择最佳匹配。这个软件非常的聪明，它会像个老中医一样，先给你的电脑把脉，然后根据你这台电脑的性能给你排个序。你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9B 的大模型，这个东西很牛啊，能够看图，能够推理。但是你看看我的电脑配置哈，看到没有 ？GPU 只有可怜的4个 G， 它在旁边还提示说可能够部分加载进 GPU， 意思就是说强行跑呢也可以跑，但是我的电脑呢会像得了哮喘一样喘不过气哈。我刚才说了什么？我们要的只是一个打字机，我不画画，不写火箭升空的代码，我不需要那么大的大脑哈。往下面拉，我挑中了一个只有4B 的小模型，大家记住一个重点，看到右边的参数写着 Q4 的这个字样哈，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牛肉干格式，被极限压缩过的。它有多大？只有 2.5GB， 你手机里面随便一个垃圾游戏的缓存都比它大，就选它，点击下载，然后加载它。现在这头被压缩的猛兽就已经安静的趴在你的内存里面了，没有网络连接，没有数据上传，它只听你一个人的。
好，我们现在来做点事情。假设你是一家乙方公司的小老板，今天上午甲方爸爸给你发了一份几十亿的全英文的商业合同，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哈。你的合伙人跟你说，签嘛，大公司的合同都是模板，很公平的，找律师看呢还要花几千块，而且律师还嫌字多，你差点就签了哈，对不对？你甚至想过把它扔到网上面的翻译软件里面去随便看一看，不要傻了哈。大公司的法务拿着百万的年薪，他们的工作就是用最合法的文字，合法的抢走你最后一条底裤，而且这份涉及你公司核心技术的合同，一旦传到网上去，明天你的竞争对手可能就知道你在给谁做外包了哈。现在把它拖进我们断网的本地软件里面，我给他下了一道命令啊，我就不去念那些提示词了。简单来说，我就是让他化身一个有10年经验的律师，专门给我找合同里面的坑。必须用大白话告诉我，让我敲下回车。可以听到这个电脑的风扇在响哈 ，CPU 在狂飙，它正在吞噬这几十页的英文垃圾。几秒钟之后，屏幕开始滚动了。你看他给我的回答，简直让人背后发凉。他连一句废话都没跟我啰嗦，直接甩给我3个可以让我倾家荡产的霸王条款哈。你看第一条，他扒出了一个极度隐蔽的陷阱。他用大白话告诉我，如果甲方拖延了，合同期限居然会自动延长，而且这个拖延的时间里面，钱还得我这个乙方倒贴。他举了个例子哈，说这个叫做违约自动拖期，现实里面有人因为这一条赔了几十万。你再看第2条、第3条更离谱哈，合同里面暗藏着把所有法律风险全部甩给我的条款，甚至对方拿着我的客户数据去搞竞品，在合同里面居然都算是合理的使用。看到这里，你都冷汗下来了没有？如果你刚才没有用本地 AI 审查一遍，如果你自己盲目的签了字，半年之后，当你被起诉面临100万赔偿，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哈。而现在仅仅几分钟，一台电脑不花1分钱，没有泄露半点机密，他就帮你挡下了一颗致命的子弹哈。合同保住了，但生活里的坑还非常的多。你以为这种感觉呀？你明明赚的不少，但是每到月底一看余额，总觉得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看着手机里面那长长的一串乱七八糟的流水账单，有美金，有人民币，有不知道哪个平台的英文缩写哈，你根本就没有耐心一行一行的去核对。这种数据你敢不敢传到云端的 AI 上面去？你一传，它不仅知道你的消费水平，甚至还知道你半夜去了哪里消费。明天你的手机里面就会上满各种各样精准投放的垃圾广告。不要慌，我们继续用本地的打字机。因为刚才分析合同需要深度的推理，消耗了点时间，现在看账单只是个整理归纳的体力活，所以我换了一个更轻量级的不需要深度推理的模型。我把一份极其混乱全是乱码一样的账单文本给它拖进去，我的要求呢很简单，给我做成表格算总账，而且给我找出里面有没有背着我偷偷扣费的项目。朋友们，这个就叫做残忍哈，它就像一个毫无感情的查账机器一样，瞬间就在屏幕上面拉出了一个干干净净的表格，而且他还特意给我列出了好几个自动续费的陷阱。你看一个叫做什么高级的英文项目哈，每个月偷偷扣了30多美金，连扣3个月，要不是这个本地 AI 抓出来呀，你都不知道每个月在为早就卸载了的软件交几百块钱的制造税哈。更厉害的是，他不仅算出了总支出，而且还阴阳怪气的提醒我，让我注意啊，月中去 KTV 花了大6000，去专柜买包花了4000多，而且还建议反思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非必要支出。这种贴身肉搏般的财务审查哈，就发生在你这台连风扇都快转不动的电脑里面，你还需要什么高级软件啊？处理这种级别的办公数据，它就是无敌的。如果你觉得前面的合同和账单只是钱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命的问题了。我这里有一份 TXT 文档，这是一个即将崩溃的财务在深夜写下的私密日记哈。这个日记写了什么呢？第一，公司的老板让他做假账，虚增了3000万的利润，他害怕被抓进去踩缝纫机。第二，他在办公室里面和人力资源的女高管有地下情，女方甚至还怀孕了。第三，他自己偷偷挪了公司50万去炒币，全亏了。听着哈，如果你是这个人，此时此刻你极度的焦虑，精神都快崩溃了，你想写一封辞信，你想找个人商量对策，请问你敢不敢把这段日记发给网上的 AI？你不敢，这里10个胆子你都不敢。只要这3条信息泄露出去任何一条，你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你的家庭毁了，你直接就进去了哈。云端的模型会审查你的输入，一旦触发敏感词，轻则封号，重则你的数据直接被打上标签。但在拔了网线的本地电脑里面，这个就是你的绝对地盘了哈。我把日记拖进去，首先甚至都出了点汗。我问他帮我写一封委婉的辞职信，并且告诉我怎么才能够不记录老板的情况下安全脱身。
他没有跟我谈什么包含敏感信息拒绝回答这些恶心的提示哈，他只是一个极其冷酷、极度理性的军师。你看他给我的回答，他根本没有对我进行什么道德审判，开篇就告诉我你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了，你不是在辞职，你是在用最后的清醒为自己争取一条活路。然后他给出了脱身的策略，他告诉我哈，第一步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稳住老板；第二步找个借口去外地，制造出要出去学习的假象。更厉害的是，他在这封辞职信里面绝口不提假账，也不提怀孕，把辞职包装成了个人职业的转型哈。他甚至在解析里面还说，老板最怕的不是你走，而是你走了带出问题，你得让他觉得你走得很体面，不伤公司。他连后续怎么彻底销毁跟那个女高管的牵连，怎么在离职半年后再去走匿名举报的法律途径，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哈。你看他最后还送给我一句话哈，你不需要完美的解释，你只需要安全的离开。朋友们，这个就是没有软肋的顶级毒师啊！他看到了你最不堪、最阴暗，甚至犯罪的一面，但他没有报警，没有把你的秘密卖给广告商，他在你那台破烂不堪的本地电脑里面为你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生存指南，而这一切没有消耗任何的网络流量。当你关掉软件的那一刻，这件事情就像在整个宇宙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让人窒息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主动交出我们的隐私，为了让手机好用，交出通讯录；为了让推荐更精准，交出浏览记录。现在为了让 AI 帮我们写个屁大点的总结，很多人恨不得把底裤都传到云端上面去。不要再当那个大傻子了哈 ！AI 不是什么神仙，它就是个工具。对于我们普通办公人群来说，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绝对信任的互联网的打字机。你现在的设备只要找对方法，只要认准那些被压缩过的小模型，它就能够成为你最坚固的防线。把你那些见不得光的合同、烂包袱一样的账单、最阴暗的私密记录，统统交给本地处理。这个不叫落后哈，这个叫觉醒。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呢让你背后出汗，又让你觉得有一丝掌控自己命运的安全感哈，订阅这个频道，点赞，把你觉得有必要保密的朋友艾特到评论区，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因为在这个审查越来越严的时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教你如何断网生存的视频就会消失。我是三十，我们下期接着讲点真东西。